将上百种剧毒之物放入密闭的瓮中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那一只吞噬了所有同类的毒素，这就是蛊。几千年来，在西南边陲的潮湿雨林中，它被视为最恶毒的黑魔法。中蛊者或精神错乱，或渡破长流，没有任何常规药物可以医治。人们恐惧它，神化它，将其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但如果你剥开迷信的外衣，用现代流行病学、神经毒理学和寄生虫学的视角去拆解这个传说，你会发现一个比黑魔法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蛊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它是古代先民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掌握的一种原始且致命的微生物与寄生虫定向培养技术。今天我们不讲鬼神，我们来解开蛊毒方程式背后的生物学代码。古籍记载，中蛊者最典型的症状是腹痛如绞，若万虫噬咬，但这并非邪灵作祟，在显微镜下，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急性寄生虫入侵。在古代湿热的西南雨林，血吸虫、钩虫和蛔虫是潜伏的致命杀手。所谓的万虫噬咬，其实是成千上万的寄生虫在患者肠道壁上物理钻孔繁衍引发的重度溃疡与穿孔。另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症状是中蛊后会精神错乱、望女见鬼。人们以为这是灵魂被控制，但现代神经毒理学给出了标准答案，这是高浓度的混合神经毒素中毒。阳古人将蜈蚣、蟾蜍等毒虫的毒液混合，这些毒液态一旦进入人体血液，会直接击穿血脑屏障，阻断神经递质的正常传递。患者看到的不是鬼，而是大脑硬件短路后产生的严重化学幻觉。至于传说中最害人的吐出活虫或异物，也拥有完美的病理解释。在极端的寄生虫负荷和毒素刺激下，人体的排异反应会达到顶峰。患者吐出的并不是被施法的怪物，而是坏死的胃肠道黏膜组织、钙化的寄生虫尸体，以及那些被磨碎的毒虫外壳残骸。在生物学上，我们称之为几丁质。至此，临床解剖结束。所谓蛊毒方程式的物理代码已经被破译，它根本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一种在缺乏抗生素的年代，利用严重的寄生虫感染叠加急性神经毒素中毒所制造出的原始且致命的复合型生物武器。然而，物理上的摧毁仅仅是蛊毒威力的第一步。既然蛊毒的本质是寄生虫与毒素，为什么它只在特定的地域成为梦魇？答案隐藏在地理坐标中。看看古代西南边陲的地形图，10万大山，重峦叠嶂，加上极度湿热的亚热带雨林气候，这里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封闭的恒温恒湿培养皿。它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但同时也是古代人类免疫系统的终极地狱。在古籍中，蛊往往和另一个词同时出现，瘴气。现代流行病学可以直接将瘴气翻译为气溶胶化的致病菌、疟疾高发区以及重度水体寄生虫污染。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每天都在与看不见的微观敌人进行残酷的军备竞赛，而所谓的造蛊正是这种极端生存环境孕育出的畸形产物。回想一下养蛊的仪式，将几十种剧毒生物密封，任其残杀。如果我们剥去那些装神弄鬼的祭祀咒语，这到底在干什么？在现代科学看来，这就是一种极其粗暴但也极其有效的原始定向生物培养技术 artificial selection。 最后活下来的那只生物绝不是什么受了诅咒的恶灵，它是一个超级宿主。它吞噬了竞争者的毒腺，经过体内极其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成为了一个浓缩了整片雨林最致命病原体与神经毒素的活体生化胶囊。他们没有掌握魔法，他们只是极其原始地掌握了生物武器。但问题来了，在那个连基础科学都没有的年代，究竟是谁在利用这种极其危险的生化武器？又是为了什么？这才是蛊毒方程式里最令人胆寒的一环。至此，001号档案解剖完毕。当我们用病理学的显微镜、流行病学的大数据以及社会学的逻辑刀刃，层层切开苗疆蛊毒的恐怖外衣时，
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黑魔法，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人类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被迫与致命的寄生虫和神经毒素进行的一场残酷博弈。我们看到的是在没有抗生素和现代医学的绝望年代，封闭部落为了维持秩序而不得不进化出的一种依靠恐惧来维稳的畸形权力系统。迷信的尽头从来不是鬼神，而是人类最原始、最残酷的生存法则。这里是民俗解剖室，我们不敬鬼神，只解剖真相。如果你相信逻辑可以驱散恐惧，请点击订阅，并将这份临床报告归档点赞分享。下一期档案，我们将前往湘西的崇山峻岭，用尸体防腐学和古代物流工程的视角，拆解另一场跨越生死的骗局——赶尸。我们下期见。